男人在咖啡店里刚见到女人按时到来，两人正准备亲昵的聊天。閉店です。お会計を。这不请自来的单身狗就是我们的男主小帅。小帅本来就讨厌当电灯泡，下班路上还不巧看到了情侣秀恩爱。小帅不信什么命中注定的邂逅，毕竟科学家都说过，一个晚上遇到缘分的几率只有0.0000000003400分号，这几率几乎等于0。但命运偏偏爱开玩笑，真有缘人，说来就来。一个漂亮女孩竟然坐板车出现了，小帅还在纳闷这是怎么回事，板车一闪而过，只留下那位美眉。这板车得是快递公司的吧？真是快得惊人。小帅看着这一幕，觉得自己是不是太紧张了，以为出现了幻觉。他回到家，又见到那个神奇的漂亮女孩，觉得这是肯定是我处理方式不对。小帅又开了下门，美眉还在那里，原来是叔叔发现他迷路了，就把他带回家了。小帅赶紧劝叔叔，现在社会太复杂了，越漂亮的女人越要小心，万一她是个骗子怎么办？叔叔却乐在其中，觉得能被美女左右逢源也不错，这算是福气吧。所谓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小帅是个江湖文化狂热粉，一眼就看出美眉的装扮，就知道是 cosplay， 好奇地问她名字。叔叔这色迷迷的老头赶紧插话，自称是一家之主，已经离过婚，现在正在找对象。小帅把叔叔和美眉拉到一边，提醒他们现在是现代，不是江湖时代，竟还有人假扮花魁，这肯定是新骗局，小心别被卖了什么所谓的转运珠子。叔叔觉得如果真能转运的话，那就买呗，多大点事。小帅见叔叔色迷心窍，决定自己赶走仙夏，可是看到他时，他已经睡着了，睡觉的姿势也是如此优雅。叔叔让小奶给仙夏拿条棉被，小帅却不同意，你看这人装扮奇怪，万一真劫财劫色怎么办？叔叔还是有点清醒的，你说咱家家徒四壁，有啥可偷的？还有就咱俩两者颜值有色可见吗？小帅一寻思也是，但还是想把他赶出去，却不想仙夏正在做梦，他抚摸小帅的手，嘴里却叫着阿直，这一摸的后果直接导致小帅一晚上没睡。仙夏这边则被扫地机器人给吓跑了，这一跑引来了路人的围观，他们还以为是哪个艺人在拍电视剧呢，纷纷掏出手机对着仙夏拍。仙夏很恐慌，这些人为何拿着辟邪木牌对着他？小帅见状赶紧把仙夏拉到一边，好巧不巧的被他的暗恋对象小美看见了。小帅赶紧撇清关系，这谁呀？我可不认识。小美因为上班要迟到了，便匆匆离开了。回到家，小奶拿出从图书馆找到的资料，原来江户时代真有仙夏这个人，他可是有名的花魁，从穿着谈吐方面可以证明他真的是仙夏。从江户年代穿越到了令和年代，他们告诉仙夏，现在是161年后的令和年代，他所在的位置是东京，他口中的江户已经不存在了，然后给仙夏恶补了这段时间的历史。当他们以为仙夏听明白了的时候，他们觉得仙夏既然能穿越到现在，就肯定有穿越回去的办法。然而仙夏却一问三不知，没办法了，仙夏只好厚着脸皮住下来。普通人这时候应该挺苦恼的，毕竟完全不熟悉这里，但仙夏是普通人吗？叔叔只好让仙夏去咖啡店帮忙。仙夏环顾四周，他站在空调下暖洋洋的，还以为是些男人在炉火旁扇扇子，听见音乐声，他还以为旁边有人在演奏。仙夏自信得很，别的不行，但招待客人做生意那是他的强项。果然美貌能解决不少问题。小美也来到了咖啡店工作，仙夏过去打招呼，小美正忙着打电话，没理他。店员赶快把仙夏拉开，解释说小美在打电话，她手里的那个就是电话。仙夏走到小帅旁边，问他是不是喜欢小美，想要感谢小帅救他，他愿意帮他们牵线，毕竟谈情说爱这档子事，他可是行家。仙夏写了封古风情书，却被小帅拒绝了。他拿出刀子要切小帅的手指，在日本拉钩要切手指誓言百年不变，送手指比送戒指更有情调，但小帅还是拒绝了。要是谈多几次恋爱，手指不就没了吗？谈到表白，仙夏突然感伤，有些话还没说出口就没机会了。他拿出红木书，回忆起那位男子，他的挚爱。小帅抱怨叔叔把自己房间让给仙夏，但是力不从心，小帅只好去沙发上睡。电视播报了一则新闻，正是小帅爸爸公司的新闻。原来小帅是个富二代，他和爸爸3年前闹矛盾，于是躲到叔叔家。小美在公司努力加班，终于搞定了个方案，结果老板直接否决了，让他明天发布会前再出个新方案，还跟他说我对你很有期待，别再加班了，这个月你加班太多了。这真的太像我以前的老板了，嘴上说不让加班，实际上工作堆得像山，真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，不能在公司加班。小美只好在咖啡店里加班，看到小帅在偷看她，她就开始夸小帅，说他的话特别棒，将来肯定能火。正当小帅想要表白的时候，吵死了，你们在干嘛啊？我在帮你们营造气氛呢，不用你这么土的帮忙。小美被逗乐了。第二天仙夏跟小帅一起去公司送外卖，小美加班出的方案又被否了，她求老板再给她一次机会，结果又被老板打回，老板还说她没用。仙夏听到了这话，直接上去跟老板理论，这么努力的人怎么可以说她没用呢？小帅赶紧把仙夏拉开，他们看到小美一个人在难过，于是仙夏便把小帅给推出去，让他去安慰小美。小美却淡淡的说自己被换掉了。小帅看不过去，老板说话太难听了，工作还非得996，不如辞职算了。小美没听进去，接了公司的电话，转身又回去继续干活了。小帅理解不了小美为什么不能过平淡的生活，仙夏却很能理解，因为小美跟他一样，不管在哪都想努力证明自己。他小时候就被卖到了吉原，
那儿的人25岁前都不允许离开，有的甚至活不过20岁。仙夏从小就在一片我看好你的声音中长大，所以他能理解小美的处境。小帅在咖啡店里工作，突然接了个电话，原来是仙夏在小美公司闹事，上司又给小美布置了新任务，还特意叮嘱小美别让她失望。仙夏实在看不下去了，直接指责上司用看好你这词来操控小美。上司觉得自己无语，认为年轻人需要鼓励才有动力，这有什么不对吗？仙夏反驳上司不该把小美当工具人，与上司展开激烈辩论。人怎么能当工具呢？工具坏了还能修，人坏了就迟了。你和小美有仇吗？为什么总是一脸苦瓜？即使小美再热爱工作，也会被这种态度逼得厌烦。一顿话轰得上司都懵了，真不知道公司保安在干嘛，怎么还不把人赶出去？仙夏突然打开了录音机，拿起扇子，当着众人的面开始跳舞。这一幕真的太尴尬了。小帅赶紧把仙夏拉开，他不理解仙夏怎么能随口就说。仙夏说他不想浪费生命，仅此而已。他向小帅道别，小帅有点不情愿的让他留下，说店里人手不够，仙夏就答应了留下。他好奇这座建筑是什么，小帅解释这是日本最高的建筑，叫做天空树。仙夏抬头望向天空树，突然脚下一滑，上演了狗血的偶像剧桥段。这种平地摔也真是长见识。为了推动剧情发展，编剧也是真敢想。这回小帅跟着仙夏去小美公司送咖啡，小美又带得了新任务。不过这次情况有点不同，上司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，看来仙夏的舞蹈还挺有用的。仙夏也对小美露出了笑容，拽着小帅的手说，这时候应该给个小拇指承诺。然后意外看到领导在训斥下属，小帅说那是公司的社长，也叫做行业里的恶魔。仙夏那股爱管闲事的劲儿又上来了。社长转身的一刻，仙夏愣住了，竟然是他以前送红梳子的心上人阿直。他一下子扑上去抱住了社长。社长虽然见多识广，尽管怀里是个美女，但毕竟他是个陌生人，于是推开了仙夏，叫来了保安，直接进了办公室。社长不认识仙夏，但仙夏坚信他就是阿直。小美猜测阿直可能早些时候穿越来的，小帅却不这么看，两人的名字完全不一样。社长的名字是鸟居直树，那就叫他鸟哥好了。仙夏坚持他就是阿直，毕竟名字里都有个直。仙夏从小美那儿得知，鸟哥的地位相当于古代的将军，不仅地位高，还特别会赚钱。仙夏听了特别高兴，他的心上人竟然这么厉害，他得想办法让阿直记起他。小美来店里喝咖啡，这次居然没带工作，只是单纯来喝咖啡。他好奇地问小帅，仙夏和社长是什么关系？小帅告诉他，仙夏只是误将鸟哥当成熟人，终于有机会和小美聊天了。小帅在想接下来该说什么，小美却先开口了，想要感谢小帅，邀他一起去吃饭，还叫上了仙夏。仙夏虽然来自古代，但知道不能当电灯泡。小帅乐坏了，这可是我10年来的首次约会啊！仙夏还在琢磨怎么吸引鸟哥的注意，这时候小美跟他说，鸟哥正好在找秘书，秘书的工作就是辅佐社长。仙夏把这职位想成了服侍将领的，跟在将军身边的武士那样。面试官小胖请大家自我介绍，小胖一脸困惑看着仙夏的简历，他不明白这女人怎么过得出审。大家都在猜仙夏的面试结果，同事们认为仙夏肯定能过，因为他把秘书职位看成誓死保卫将军的武士。小帅却不这么想，他觉得仙夏肯定挂了，这应该是小胖见过的最奇葩的应聘者了。就在小胖要淘汰仙夏的时候，你被录取了。是的，你。就这样，仙夏居然成了秘书。他和鸟哥打招呼时直接叫他阿直。仙夏刚开始工作，小胖也不讲究什么温柔体贴，他递给仙夏一叠文件，让他去复印。仙夏作为一个古代人，根本不懂这些现代设备，鸟哥却不在意，他说只要仙夏在他身边就好。小帅给小美送来咖啡，从小美那儿得知，鸟哥最近在和部门谈一个大项目，这时候选仙夏肯定有他的考虑。小帅发现仙夏在偷偷跟踪鸟哥，赶紧出去问他为什么跟踪。仙夏说这是在保护鸟哥。他们看着鸟哥走进一家店，结果看到鸟哥和一个女人在约会。鸟哥拿出一个礼物给小花，并告诉他只要谈判定下来，就和他一起去旅行。然后小花告诉了鸟哥一些内部消息。小帅对仙夏说，谁都看得出来他们在交往，快放弃吧。小帅很好奇阿直到底是谁。仙夏说阿直是他唯一爱过的男人。阿直以前常去怡红院找仙夏，但这段感情他还没来得及开口就结束了。他真羡慕现在的人，可以随心所欲的约会。说起约会，小帅突然想起和小美的约会，他开始挑选合适的餐厅。一晚上过去了，小帅还是没决定好餐厅。你连这点眼光都没有，真不愧是富二代。仙夏给了他的建议，最好选个轻松的地方，这样聊天更自然。鸟哥在办公室讨论合作，部门虽然觉得鸟哥的方案不错，但他还有其他大公司的选项，所以想再考虑考虑。这时仙夏进来端茶，不一喝茶，连连称赞仙夏的茶艺。提起这个，对他这个花魁来说简直小菜一碟。鸟哥看不心情好，赶紧约他晚餐，不高兴的答应了，并特意嘱咐要带上仙夏。鸟哥懂得生意之道，知道不喜欢仙夏，于是对仙夏说，要拿下这合同还得靠仙夏你。仙夏一听，毫不犹豫地表示要去，他的态度坚决。这番场景被躲在一边的小美偷听到了。鸟哥带着仙夏何不去了夜总会，这不就是他以前工作的地方吗？不想要对仙夏不轨，仙夏机智地躲开了，借口去洗手间，却迷路了，被服务员误当新人带走了。不等了好久都不见仙夏，鸟哥急忙出去找他，只见仙夏穿得很性感，坐在另一间包间里，
花魁的魅力无人能挡，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，她的能力都非常出色。仙夏看到小花在讨好布，突然记起她就是鸟哥约会的那个女人。小花刚给布点了根烟，仙夏马上掏出自己那根老烟杆，布连忙给仙夏也点上。小花挽着布的胳膊，夸他的肌肉，说这肯定是打高尔夫球练出来的。仙夏则突然握住了布的手，问他是不是也喜欢下象棋。于是两个女人的较量就开始了。古代花魁对决现代小姐，旁边的鸟哥看呆了，果然是花魁，说话也是一绝，他掌握的话术简直完美。另一边，小帅带小美去了家餐厅，两人坐下来，气氛超尴尬，还是小美先开口，打破了沉默。他说这里有他最爱的菜，还夸赞小帅选店有眼光。小帅啊，人家女孩都这么主动了，你就别只是觉得人家可爱了，该有点实际行动了吧。小美忆起学生时代小帅的话，问他画的是不是自己。小帅羞答答的承认了。饭吃到一半，小美跟小帅说他有点担心仙夏，因为公司让仙夏去招待客户。小帅说仙夏看起来能喝几杯的样子，肯定能处理好。吃完饭，小帅和小美一起走，正好碰到仙夏他们，不明显想占仙夏便宜。仙夏立刻握住布的手，开始大骂，还想白摸，没门，没有这么好的事。鸟哥赶紧制止仙夏，大家本以为不要发火，原来这个不是个抖 M 啊，别人越是虐他，他越是开心。事后还向鸟哥道歉，这些有钱人的逻辑真是让人琢磨不透。布离开后，鸟哥夸赞仙夏帮了大忙，两人聊得很开心。这一幕被小帅和小美看到，而躲在一旁的小花也看到了，她气得不行。小奶拿着刚查到的资料，是关于阿直族谱的，发现鸟哥竟是阿直弟弟的后代，果然事出必有因。鸟哥在公司急切等着布的回音，接完电话，兴奋地告诉大家，垄断合同终于签下来了，大家都激动极了。这时，鸟哥接到小花的电话，他语气歉疚，遗憾未能帮到布，但鸟哥告诉他一切顺利。小花听后乐开了花，两人可以放心去旅行了。鸟哥却说他只是随口一说，没想到小花真的信了。话音未落就挂了电话。小花盯着手上的戒指发呆，心事重重。小帅翻看自己的旧画册，被仙夏撞见，他夸小帅画得太棒了，想让他给自己和鸟哥画一幅，希望鸟哥能因此记起他。小帅向仙夏透露鸟哥是阿直的后人，说明他们不是同一个人，解释说鸟哥雇仙夏是因为工作，其实只是想利用他。仙夏听后立刻怒了，他坚信鸟哥和阿直是一个人，他心目中的阿直绝不会利用人。两人因此争执不休。仙夏气愤地回房拿出红木书，心里想着那个男人。小花急匆匆来找鸟哥，鸟哥却理都不理，于是他当着鸟哥的面掏出刀质问鸟哥是否利用他来探布的底，难道不该对他说句话吗？他的质问让全公司的人都吓了一跳。这时仙夏走到鸟哥面前，鸟哥冷静地问小花到底想做什么。小花泪流满面说自己不图钱，而是觉得鸟哥的话让他感觉到了救赎，只要他能帮到鸟哥，鸟哥就会带他一起去旅行。但鸟哥却满不在乎地说，作为一个客人，怎么可能会喜欢上店里的女服务员呢？仙夏无法忍受鸟哥利用女性的行为，愤怒地指责鸟哥。小花看着这一切，心灰意冷，只能怪自己喜欢上了不该喜欢的人。仙夏感到非常能理解，抱住小花安慰她，这世界上没有所谓不该喜欢的人。仙夏这才明白，鸟哥根本不是阿直，他无法忍受鸟哥伤害别人的感情。愤怒之下，仙夏拿起刀子冲了上去。事后他向鸟哥告别，鸟哥好奇阿直是谁，仙夏告诉他阿直是江户时代最好的男人。鸟哥的外貌真的很像阿直，于是仙夏把鸟哥当作阿直，抱了他一下，将这当作对阿直的最后告别。这个拥抱竟让鸟哥也心动了。仙夏向小帅解释，鸟哥肯定不是阿直，他曾收到来自阿直家乡的信，信中说阿直因病去世了。仙夏原以为来这里能与阿直重逢，现在他开始怀疑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里。小帅劝他别想太多，既来之则安之，既然来了，不妨尝尝这里的美食，没有什么是一顿好吃的解决不了的，如果一顿不够，那就2顿。小美看着小帅和仙夏开心的聊天，心里酸酸的。仙夏一边吃一边聊，小帅觉得奇怪，鸟哥差点被刺还没报警。面对这种极端行为，鸟哥居然没有选择报警。仙夏说虽然鸟哥不怎么样，但他还是有些优点。乌哥冲进咖啡店想和仙夏交往，仙夏直接拒绝了。鸟哥有点困惑，明明是仙夏说他和他喜欢的人很像，仙夏解释说他们只是长得像而已。鸟哥突然霸道起来，硬是要求和仙夏交往，如果2周内仙夏没能喜欢上他，就让他忘记所有的事。这是什么霸道条款啊？难道不应该是他不再打扰仙夏吗？仙夏不是因为和鸟哥交往而开心，而是因为鸟哥送的新手机特别高兴。仙夏玩手机玩得特别溜，各种短视频拍得五花八门，哪里还像个古代的花魁。有天，一个打扮成公主的人来找仙夏，他叫姬子，是个原创视频的网红。他在网上看到了仙夏的视频，觉得非常有创意。姬子跟仙夏说，他的公主形象和仙夏的花魁形象，两人合作一定能让咖啡店火起来。仙夏给大家介绍江户时代的美食，姬子对仙夏大加赞赏。仙夏听到这，直接解释自己是真货，是从161年前的江户时期穿越来的。这种事谁听了都不会信。姬子轻蔑地笑了笑，转头就说他也是穿越来的。姬子真能扯，继续对仙夏洗脑，这是命中注定的。仙夏觉得终于找到了知己，还打算和姬子探讨如何穿越回去。姬子安慰仙夏，既来之则安之。他觉得仙夏这个人很有意思，说不定真的是从江户时代穿越来的。小美以为鸟哥只是在开玩笑，还主动给他加油。
支持他追求仙夏。他看起来那么普通，却这么自信。小美一来，咖啡馆就开始八卦。他跟小帅说鸟哥在打听仙夏。小帅好奇为什么小美今天这么高兴。小美说自己的工作得到了表扬，还向小帅展示了他的成绩，顺便说他也想去看看，然后邀请小美一起。小帅，你还是男的吗？约自己喜欢的女孩子出去，难道真的是越普通的男人就越盲目自信吗？没想到小美竟然这么爽快地答应了小帅，这么明显的暗示，小帅却怎么也看不出来，真是服了。咖啡店生意越来越火，大家都是冲着网上的视频来的，想来和花魁合影打卡，全都是因为仙夏。咖啡店变成了网红打卡地。仙夏去公司送外卖，被鸟哥截住了。他想请仙夏吃饭，结果被拒绝了。仙夏还是表示了感谢，毕竟是鸟哥送的手机，让他认识了姬子，咖啡店的生意才能这么好。仙夏回到家，小帅给他看姬子发布的视频，然后告诉仙夏，姬子只是在利用他。仙夏不信，他认为姬子是坐马车穿越来的，肯定不是那种人。如果大家都穿来穿去的话，仙夏还是选择信任姬子。小帅把他从网上找到的资料给仙夏看，告诉他姬子其实是个现代人，他是偶像组合的一员。小奶给仙夏看姬子发的恶评，他猜测姬子是想利用仙夏火爆咖啡店，然后再爆料咖啡店的事情。仙夏听了这些，脑中浮现出一些不好的画面，他决定去找姬子算账，质问他为什么原本在舞台上闪耀，现在却在给别人店铺恶评。姬子说当偶像很正能量，但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，去酒店被拍，被网友网络暴力，这也让他成了网络红人，激发了他的阴暗面。他开始做一些阴暗的事情，来利用网友的阴暗面来赚钱。仙夏警告他不要给咖啡店恶评，但姬子听不进去，于是仙夏和姬子开战。仙夏的方法行不通，没辙了，仙夏只好求助鸟哥。鸟哥看到求助的消息，立刻冲到小美那里，想确定仙夏找他帮忙是不是表示喜欢他。看吧，越是看起来平凡的男人，自信心越是爆棚。仙夏再次找姬子，希望他能道歉。姬子提议录一个和解的视频，但仙夏拒绝了。在鸟哥的帮助下，仙夏得到了姬子曾恶评的店铺名单。他警告姬子，如果不道歉，就会联合大家一起在网上曝光他，这样姬子什么都会失去。姬子一听，立刻跪下求饶。然而姬子偷偷录下了这一切。有网友开始给店里打骚扰电话，还有网友直接来店里找仙夏的麻烦。最过分的是，有人在店招牌上乱涂。小帅劝仙夏别折腾了，觉得这件事过一阵子就会平息，但仙夏无法忍受别人侮辱咖啡店，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引起的。他还埋怨小帅不理解现在的时代。小奶反驳小帅不理解仙夏，在江户时代，店铺牌上乱涂是大罪。仙夏其实一直在为咖啡店着想。仙夏看到了，叔叔解释说等风波过去就会重新开业，还安慰仙夏这段时间可以好好休息。仙夏更觉得对不起大家，他又给鸟哥发信息求助，鸟哥回了个笑脸表情。仙夏高兴地跑去找鸟哥，此时鸟哥正忙着和客互谈生意。鸟哥解释说回复表情是结束对话的意思，还告诉仙夏有问题可以用手机查。仙夏就开始不停地问，但 Siri 的回答总是无法识别。仙夏手机上找不到答案，他却发现了一座神社，这座神社从江户时代就存在，难怪仙夏会感觉很熟悉。仙夏告诉扫地的小哥，他出生时父亲做了100步的参拜，所以他妈妈难产了，还说小时候总有个小和尚跟着他，那次去吉原他还送他一程。后来他成了花魁，结交了不少朋友，最重要的是遇到了阿直，可惜阿直后来去世了。如果可能的话，他真想回到那个有阿直的江湖。突然他发现了公告牌，扫地的小哥告诉仙夏，虽然现在还流行100步参拜，但必须要赤脚行走，现在愿意这么做的人已经很少了，参拜时还不能被别人看见，被看到的话就白做了。仙夏为了回到江户，决定尝试100步参拜。小帅和小美出去约会，但小帅心不在焉，小美兴奋地分享自己的事，却发现小帅心神不宁。他努力找话题和小帅聊，俩人走着走着就看到了仙夏。小美拉走了小帅，但小帅还是很担心仙夏，他决定离开小美，返回去找仙夏。仙夏艰难地完成了100步参拜，参拜时却被人看到，所以他没法回去了。这一摔把阿直送的红木书摔坏了，仙夏看着坏掉的红木书非常伤心。这时小帅给仙夏打电话，让他赶紧回来研发新菜单。小帅躲在角落里纠结为什么要打电话，为什么不直接面对面跟仙夏道歉。转头一看仙夏已经不在了，小帅急忙跑回家，要比仙夏先到家，不然就露馅了。这一下真的是大乱炖了。叔叔和小奶也急忙出来表示关心仙夏。咖啡店重新开业了，仙夏调整了心态，努力工作。这时候姬子又来搅局了，开始挖苦仙夏。仙夏反击说姬子真会玩，还劝他去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，说以前的姬子看起来挺快乐的，2句话就把姬子打发了。那之前那堆事到底是为啥？感觉自己白忙活一场。小帅去找小美道歉，顺便解释了一下原因，可小美根本不在意这些，直接上前吻了他。这一幕被仙夏看到了，在仙夏身后突然出现了一个神秘人物，这会不会是仙夏说的那个小和尚？上回提到小美吻了小帅，这让小帅上班时心不在焉。他在想小美这是什么意思，突然吻他是为啥？这还用问吗？难不成是因为你很香？仙夏问他是不是在想小美，小帅急忙否认。正在这时，小美来到店里，见到小帅就故意躲开，只好买了咖啡就走。全美的话，仙夏对小帅说，小美其实有话要告诉你。看着小帅这副模样，仙夏开始感到郁闷，为什么没人点赞他？原来仙夏在刷社交软件。小帅吐槽他太沉迷现代生活了，
仙夏让小帅帮忙看看，到底哪里出了问题。这时候店员大胖来炫耀自己的点赞数让仙夏目瞪口呆。小帅马上看出了问题所在，仙夏说是小奶教他用的陌陌。回家后，小帅就劝小奶，网恋可不靠谱，但仙夏却支持小奶，告诉他恋爱的感觉真美好。小奶说他找到了理想中的人，那人给小奶发了消息，邀请他参加一个3对3聚会。仙夏一听就想去参加，但小奶担心仙夏会惹麻烦，所以不让他去。于是他们决定比一场相扑来决定去留。结果仙夏赢了，小奶输了。这时鸟哥发信息向仙夏道歉，还邀请他去公司陪他。仙夏回了个笑脸表情给他。鸟哥看到后乐坏了，忙不迭地拿手机去问小美，仙夏是不是也对他有意思。小美没回答鸟哥的问题，因为他正为小帅躲着他的是烦恼。同时穿越来的小和尚正通过闻仙夏的气味来寻找他。仙夏去公司找鸟哥，鸟哥请他吃了甜点，日本木不变丝和象，说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找他，毕竟他是个高材生。仙夏就问他怎样在陌陌上成功匹配。鸟哥约仙夏晚上一起吃饭，可惜仙夏得去参加联谊会，这是不是虐妻一时爽，追妻火葬场啊？仙夏和小奶打扮的花枝招展，小奶发誓不提江户的事，他不能让人知道他是江户迷。首先进行自我介绍环节，为了活跃气氛，开始玩游戏，玩职业接龙游戏。游戏中发现宫田对江户历史挺了解，小奶因此和宫田聊得很投机。另一边小帅陪大胖去见网友，大胖发了真实照片给对方，对方说有事来不了了，这谁受得了啊？这不是明摆着的照片吗？小帅出来时刚好看到仙夏和小奶，还听到宫田对小奶聊骚。别看宫田外表斯文，骚话倒是一套一套的，把小奶逗得乐不可支。小帅让小奶要多留个心眼，别被人骗了。仙夏觉得小帅太小心了，既然对方这么用心，肯定要抓紧啊，要是大家都磨磨唧唧的，再热的心也得凉透了。小帅一听这话，那可不行啊，赶紧去小美公司找地方，结果半路上被鸟哥截住了。新的 CP 登场了，小姐姐们快来磕 CP 吧。鸟哥找小帅帮忙，仙夏最近忙着玩陌陌，还忙着去参加联谊会，好像对他没啥兴趣，真的好像对他没兴趣，他不知道该咋办了。小帅建议他多了解下江户文化，不过小帅还真是好奇，鸟哥为啥这么迷仙夏。鸟哥说他从没见过像仙夏这么有趣的女生，她能活得很潇洒。小美看着办公室里的两人，心情超烦。最后小帅还是没见到小美，他在那发愁，是不是该给小美发个消息。另一边小奶也在愁，他不知道该找啥话题和宫田聊。仙夏拿出江户时代情书指南，告诉小奶自己心意不要急着表达，男人这玩意儿，你越是追得紧，他们就越是跑得快，所以得给他们点时间。作为男生，我觉得有点被冒犯了。第二天小奶急匆匆地找仙夏，感谢仙夏的建议，他和宫田约好去郊游了，这建议真管用，刚说要慢一点呢，你们俩进展也太快了。兴奋过后，小奶又开始纠结郊游该带什么。仙夏建议带点鸩酒，就是那种加了鸽子的酒。小奶没采纳仙夏的建议，决定自己做些饭团。郊游当天，小帅和仙夏偷偷跟着去了。小奶把自己做的饭团递给宫田，仙夏看到小奶和宫田相处挺好，就问小帅和小美现在咋样了。小帅说自己从没跟女生这么近过，有点手足无措。你这话怎么说的？你不是经常和仙夏挺近的吗？难道你当仙夏是哥们？仙夏给小帅打气，爱情要敢爱敢抢。虽然他这么说，但仙夏觉得他早晚得回江湖，不想跟鸟哥走太近，免得最后难过。小帅建议仙夏珍惜现在，他们俩互相鼓励了一番。这时发现小奶和宫田已经走了，两人开始抱怨起来。正好小美看到了他们亲密的场面，小奶回家高兴地说他和宫田开始交往了。小帅觉得他们进展太快，哪有第一次约会就告白的。虽然小帅是男生，但他很会辨别人品。仙夏说要是都像小帅那样磨蹭，恋爱还没开始就直接完了。小奶第一次恋爱没什么经验，他向仙夏求助，想知道送宫田啥礼物好。第二天他们三个一起出门挑礼物，仙夏建议送把刀，小帅刚要说这主意不行，下一秒看到个小和尚手里拿着刀，仙夏和小奶还在讨论送啥好。这时出现了狗血的一幕，宫田居然有老婆还带着孩子，果然花言巧语的都不靠谱，只有像小帅这样谨慎的才是好男人。小奶伤心的躲在楼上衣柜里，那个渣男还给他打电话之后，小奶像往常一样，小帅以为他想开了，赶紧去安慰他，比宫田好得多的是，不用死守一棵树。没想到小奶说他们两人没分手，宫田打电话告诉小奶，他是真的喜欢小奶，他和他老婆迟早有一天会离婚的。这宫田渣就算了，还是 pull out 的高手，竟然让小奶心甘情愿的当小三。小奶不听，还让他们别多管闲事。晚上又去和渣男约会了。宫田对着手机发呆，小奶看到了他手机上的内容，他假装不知情，继续和宫田约会，说公司有事便离开了。即使如此，小奶还继续去找宫田约会，但是被仙夏给拦住了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拿古代人的规则说事。小奶不想搭理仙夏，准备离开的时候，仙夏便开启嘴炮模式攻击小奶。小奶被他烦得要死，便和仙夏决斗起来。小奶把仙夏打败了，仙夏让他自己做决定。小奶去找宫田，说出了自己的决定。虽然很喜欢他，但是毕竟是小三，他想让自己的初恋是堂堂正正可以说出来的。小奶的事情终于解决完了，仙夏提醒小帅，接下来该是他的事情了。这次小帅终于鼓起勇气，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。他从以前到现在一直都喜欢小美，
仙夏和小乃出来买零食，不光会跳舞，还会徒手接按键，厉害厉害！原来躲在背后偷偷放按键的是鸟哥。他听了小帅的话，了解了一下江户文化，于是去上了弓箭课。做这一切就是为了和仙夏能有话题。小帅鼓起勇气和小美表白，小美欣喜若狂，当场就回应了小帅的心意。于是两人开启了恋爱模式。大胖看着小帅小美两人打情骂俏，开始说自己的恋爱史。想当年他还和校花交往过呢，还是校花先追的他。小帅不信，让他拿出来证据看看。这时候一个女孩子叫他爸爸，一看这女孩长得真好看。女孩的名字叫百合，她是大胖和校花的女儿。但大胖和校花2年前就离婚了。百合想去参加个偶像选秀，她还规划了自己出道后的路线。偶像选秀得有家长的支持，她妈妈不支持，所以她只能来找大胖帮忙。她想顺利参赛，打算在大胖家住2周。大胖把小帅拉到一边，让小帅告诉百合，他现在是这咖啡店的老板。小帅不懂为啥大胖要撒谎，他正想揭穿真相，大胖赶紧阻止，说好给他加工资，然后让小帅暂时收留百合。没想到仙夏决定收留百合，因为百合让他想起自己过去。小帅抱怨仙夏做主，叔叔让百合和仙夏住一起。百合说他可以睡沙发，让仙夏和小帅像平时那样住。小帅忙着解释，仙夏对他就像亲戚一样。百合还在旁边添油加醋，说他们俩看着就像是在交往。这下小帅急了，小帅赶紧岔开话题，问他什么时候开始训练。百合说训练要家长陪同，问谁愿意当他的监护人。仙夏一听立刻说他愿意。这一幕被制作人看到了，他觉得仙夏特别有意思，就让仙夏也来参赛。百合听说仙夏也要参赛，妈，上宣战说绝对不会输给他。仙夏急忙解释，他只是来陪百合的。店员说这选秀年轻人才有优势，这女人真是太好胜了。鸟哥拿着弓在办公室难过，他还没来得及向仙夏表白，就被仙夏给拒绝了。于是鸟哥把小美叫进办公室，还没开口，小美就急了，直接指责鸟哥，说是他没追到仙夏，甚至连表白都还没来得及，他还能怎么办呢？仙夏这边训练也开始了，最终只有5个人进了决赛，仙夏和百合都进了。小美明天休息，想约小帅出去，可明天正好是选秀决赛。小帅听了就开始担心仙夏。百合晚上填写选秀问卷，填到最后一个问题，他给大胖打了个电话。大胖说他虽然是社长，但还是会给百合加油。百合信心十足，还要大胖买奖励的包包和戒指。电话一挂，他把木牌藏在枕头下，被仙夏看见了，原来这是大胖给的。百合说每次都在关键时刻掉链子，让仙夏别告诉别人。仙夏不懂为什么大胖这么担心，却不跟百合住一起。小帅说他能理解这种心情，重要的人更不想让他们失望。问仙夏家人的情况，仙夏说对家人只有模糊记忆，自从成了仙夏，他就决定不在人前哭。小帅建议他考虑和鸟哥交往，这样可以幸福的生活。仙夏觉得最终要回江户，不想让人伤心，还说会一直支持小帅。小帅安慰他说回不去就留下，他们可以像家人一样。转头看见仙夏已经睡了，就把手机调成静音。小美打电话给小帅没打通，鸟哥过来取笑小美，小美立刻反击，这俩是不是要开始欢喜冤家了？同时一个神秘人穿越来了，在咖啡店里摆着可爱的姿势。叔叔好奇他在干嘛，他解释说这是召唤亲人的咒语。两人开始啾啾的瞅对方，这是什么奇怪的风格啊？终于到了决赛的日子，百合特别紧张，仙夏拿出打火石为他祈福驱邪。鸟哥在办公室看着比赛，心事重重，他觉得仙夏不太可能赢，如果输了可能会很失落，他打算趁这机会去感动仙夏。小帅和小美在约会，但小帅一直担心比赛的情况，他整个人都心不在焉。小美叫小帅不要一直想着仙夏，小帅赶紧解释，说他不知不觉中已经把仙夏当作家人了。听到这，小美同意他去给仙夏加油。百合在决赛中表现得很出色，制片人问他照片上的东西是谁给的，他说是自己的超级粉丝，身为老板还特地抽空来支持他。鸟哥这下意外当爹了，仙夏把大胖叫了出来，质问他为什么不出面。大胖说他不想让百合丢脸。仙夏认为家人之间不应该有虚荣和过多的顾虑。制片人问百合最想分享喜悦的人是谁，为什么没写？百合答不上来。仙夏突然跑出来鼓励百合，告诉他想说什么就说，不用有任何顾虑。百合最终还是没说出口。制片人接着问仙夏10年后的情况，仙夏说他的情况特殊，没人能理解他的处境，10年后他可能还是独自一人。小帅听到这，抢过工作人员的牌子，大声给仙夏加油。仙夏被这一幕感动。最后的选秀结果是仙夏和百合都没被选上，但百合一点也不难过，他说自己只用了36%的实力。仙夏好奇为什么百合不回答那个问题，大胖理解百合的选择，最后他坦白自己其实不是社长，只是一个普通员工。百合早就知道了，哪有社长长得像大胖这样，看来女儿有了新爸爸。大胖听了反倒更高兴了。这边神秘人被叔叔带回家了，叔叔让他一定要把之前赊的账结清。神秘人突然鼻子一动，他闻到了仙夏的味道，于是他拿着刀质问他们仙夏在哪里。小乃问他是不是也从江户时代穿越过来的。小美问仙夏最想和谁分享喜悦，仙夏把自己的答案递给了小美。小美和鸟哥看了都惊呆了。仙夏解释说他在这里过得这么开心，全都是因为遇到了小帅，他当着鸟哥和小美的面向小帅表达了感谢，两人的表情都很精彩，这简直是虾仁诛心。小美对小帅说，虽然你把仙夏当成家人，
但他显然不这么看待。这时鸟哥赶到了，对仙夏说，以后他不会让他一个人孤单。就在我以为他们要在一起时，半路杀出了程咬金，鸟哥因此非常生气。仙夏对小帅的感情显然不一般，而小帅对这情况暧昧不明，也没有向小美解释，小美也因此生气。结果鸟哥和小美突然撞到一起。另一边，一个武士穿越到了现代，他终于找到了仙夏。他说扫帚是他发明的，正是靠卖扫帚在江户时代发家致富。他想带仙夏回江户，让他在那里过上好日子。他再次强调要给仙夏好日子。仙夏一听说能回江户，他直接愣住了。大家都以为他吓到了，本以为仙夏已经适应现代生活，没想到他还是念念不忘江湖。于是大家为仙夏举办了一个欢送派对，鸟哥和小美也赶来参加。当他们得知仙夏是从过去穿越来的，鸟哥震惊了一下，而小美则没什么太大反应。仙夏在和大家感性道别，小乃舍不得仙夏离开，他赶紧拉拢大家劝仙夏留下。谁知小美突然装作无辜，说仙夏还是应该回到他的时代江湖，毕竟那里有他的家人和朋友。小乃问小帅怎么看，仙夏突然打破了尴尬的气氛，他说天一亮就启程回江户，结果武士居然不知道怎么回去，这一下尴尬大了。武士因此挨了一个响亮的耳光，活该，原来你在这儿逗我们玩呢。回不去江户的武士只好在咖啡店打工，刀工倒是挺好的。他听说鸟哥是个强劲的对手，决心不输给鸟哥，他下定决心要在这里发家致富，让仙夏刮目相看，于是去找小帅帮忙，想让仙夏和他一起回江户。那你不是说好靠自己吗？武士在研究如何成为富翁，听到店里有人聊天，赶紧上前请教。员工居然敢顶撞领导，小美的胆子越来越大了。鸟哥对小美说，仙夏是从过去穿越过来的，我们之间不可能有结果。小美听了直接怒斥鸟哥，你真是个胆小鬼，不能因为没有未来就放弃这段感情。鸟哥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小美觉得既然解决不了心愿，就要好好抓住小帅。她决定为小帅策划一个完美的生日，把策划案交给鸟哥，让他签字支持公费恋爱。仙夏为了给小帅买生日礼物，外出兼职打工，用挣到的钱买了一条围巾。路上偶遇小美，小美开始耍小心机，劝仙夏别给小帅送礼物，你已经有武士和鸟哥了，别和我抢小帅了。仙夏觉得小美说的有道理，他迟早都要回江户，还是别做没意义的事了。小帅来公司送咖啡，鸟哥问小帅在仙夏欢送会上为什么他没表达自己的想法，小帅说自己没资格发言，这让小美更加不安。小帅回对鸟哥，你也是因为仙夏穿越过来，喜欢就该留他下来。鸟哥一下子懂了，原来你想利用我让仙夏留下，你俩的话都挺尖锐的，看这情况你们这心里都门儿清啊。武士为了赚钱把自己的刀挂在咸鱼上卖，说什么为了发家不择手段，为了钱不小心加入了传销，他还算有良心，不愿意骗人钱，结果被传销团伙抓住了。这一幕正好被小美看到，她马上打电话告诉仙夏，武士被绑起来了，不仅挨揍，连头发都被剪了，真是有失武士的尊严，但也没啥用，说你这武士也太倒霉，连几个小混混都打不过。另一边，小美和小帅浪漫约会，小美还邀请小帅去她家，小帅高兴地答应了。这时小乃打来了电话，打断了他们的约会。小帅问小美为什么没早说，小美只好尴尬解释，她只是想和小帅好好过生日，不想被打扰。仙夏一有事，小帅总是优先处理。果然小帅又要去找仙夏了，武士的小揪揪被剪了，现在一看还挺帅的。这时仙夏帅气登场，准备挨揍吧。外面突然传来警笛声，那帮人赶紧逃了。小帅觉得录口供太麻烦，拉着仙夏也赶紧跑了。武士离开之前还顺手捡起了掉落的小揪揪。小帅开始讽刺仙夏，既然打算回江户，那就别搞事，万一出了岔子怎么办？还抱怨今天明明是自己的生日，结果却遇到这种破事。这男主也是独一无二，所有的事都是你自己选的，最后还怨别人。后来他从叔叔那里得知，仙夏去打是为了买生日礼物给他，他终于下定了决心，让他去找找仙夏。看来小帅最终决定选小美。鸟哥也挺浪漫的，又一次向仙夏表白，希望他和他一起生活，又一次被拒绝了。鸟哥最后的情话，这句话彻底打动了仙夏。鸟哥就是大手笔，大手一挥就是钻戒，那钻戒戴在手上真好看。小帅得知仙夏要嫁给鸟哥时，立刻变脸。仙夏就这样回去了。在江户时代，女子嫁给陌生男人很常见。小帅开始劝仙夏，这么草率的结婚，万一后悔了怎么办？这话正好被鸟哥听到，他指责小帅翻脸不认人，明明是你把仙夏交给我的。小帅开始后悔，仙夏没有户籍，你又名声在外，怎么给媒体解释？鸟哥说这都不是问题，他正好有公寓，仙夏可以搬过去住。小帅听了更急，他改变不了结果，只能和武士私下吐槽，说鸟哥太会装了，女人肯定都讨厌他，却被小乃反驳。鸟哥在网友中可是很受欢迎的，被评为最理想的老公前5名哦。鸟哥正在接受记者采访，谈到了结婚的话题。由于仙夏的特殊身份，鸟哥表示现在还没考虑结婚。记者正要追问是什么意思，旁边的胖助理急忙把仙夏拉走，告诉他鸟哥不想把这事公开，他这么乱说会给鸟哥带来麻烦。看到仙夏不高兴，决定带他去参加一个私人派对。仙夏和贵妇们聊不到一块去，鸟哥见状赶紧出面调解。后来鸟哥带着仙夏去试婚纱，婚纱真的太美了，鸟哥看呆了。这时仙夏收到了贵妇的短信，邀请他去参加茶话会。贵妇把自己的名片交给了他，
仙夏开始参与贵妇社交活动。之前的记者偶然看到了仙夏和鸟哥，觉得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奇怪，于是掏出迷你相机偷拍他们俩。仙夏回家后带了寿司给大家，现在是个富婆了，挥金如土啊。但小帅却不太高兴，看着仙夏的钻戒，觉得太扎眼了。武士也回来了，看起来很累。小乃发现武士腿上有伤，原来武士在拖板车做实验，他在试图找到回江户的方法。小乃提醒了他，武士突然意识到车夫不可能穿越，于是让小乃做板车试验。这是变得有趣了。如果小乃真穿越了，那就又是一部新剧了。仙夏还是经常和贵妇们一起聚会，茶实在是难喝，仙夏不好意思直说，只能装作很好喝的样子。回家后向小帅抱怨，难喝的让人受不了，真是难受死了。那就别再和那些贵妇混了。仙夏觉得作为鸟哥的老婆，和那些贵妇应酬是难免的，明天他就要搬出去了。小乃建议大家聚在一起吃火锅，小帅看见仙夏期待的眼神就答应了。武士还在那边拖着板车，一遍又一遍的试验。我们也不明白，为什么拉板车就非得摔一跤不可，大概是想把武士和小乃拉近些。小乃心疼的给武士涂药，他说会陪他一直做实验，直到找到回江户的办法。时间1分钟1秒的过，快下班了，仙夏高兴极了，终于能回家和小帅一起吃火锅。这时候鸟哥过来了，告诉仙夏他可以提前1天搬进去。气氛突然变得尴尬，鸟哥的电话突然响起，帮他解了围。原来公司有急事，需要他去处理。鸟哥回到公司后才反应过来，回想起仙夏之前的所有举动，发现仙夏其实一直在意小帅，感情失意，但工作不能放松。他赶紧打电话处理客户问题。小美出现在公司，他主动加班帮鸟哥处理事务。鸟哥为了表达感谢，请他喝了杯饮料，然后小美从鸟哥那里本来是为了和仙夏庆祝，听到这他又开始气愤了。鸟哥知道仙夏喜欢小帅，也感觉很郁闷，于是他们就开始比酒量，最后两人都醉得不行。但不巧的是，有记者跟踪了鸟哥。第二天仙夏收拾行李，鸟哥出轨的新闻登上了头条。仙夏看到了新闻，出轨对象竟是小美，他坚决不相信。小帅赶到公司，小美正想给他解释，但小帅直接找鸟哥去了。仙夏从叔叔那里得知了真相，这次事件对鸟哥公司的影响真的很大，于是他决定出面帮鸟哥。他在记者会上宣称自己和鸟哥没有任何关系，鸟哥只不过是他众多追求者之一。说完，他把手上的钻戒砸到了地上，然后他开始指责那些记者。仙夏开始他的犀利发言，记者们也不甘示弱。一个记者质问他身份不明的问题，问他的姓名、出生地和成长经历，指出这些信息都查不到。仙夏的话被传到了网上，结果他遭到了网友的人身攻击。事后小帅去安慰仙夏，他说他根本不像个坏女人。两人温馨的一幕正好被窗外的鸟哥和小美看到。武士还在一头雾水，他感到难过，没想到仙夏这么喜欢鸟哥，他真想回到那个仙夏消失的月圆之夜。突然他灵光一现，想到月圆可能是穿越的关键条件。鸟哥感谢仙夏的帮助，他给了他一纸离婚协议，因为他知道仙夏一直喜欢的是小帅，小帅身边现在有小美了，仙夏为了留在小帅身边，只能选择他。小美找到小帅，小帅立刻表明自己信任小美，但小美却坦白他和鸟哥有一腿，还是他主动勾引的，他甚至让仙夏离开小帅。小帅对此却没什么反应。小美开始生气，狂打小帅，小帅突然抱住了小美，这剧情真是太迷了。